一個靠甜美性感走紅的女網紅，最難處理的困境，未必是她不再甜美，而是她曾經參與塑造的那套觀看規則，最後也會反過來困住她。一粒小沙子，很多人第一次認識她，是因為那條被反覆傳播的藍色戰衣視頻。她穿着藍色上衣跳舞，動作不算複雜，場景也不宏大，但她正好擊中了中文互聯網很熟悉的一種審美：甜、軟、年輕、無攻擊性，同時又帶一點若隱若現的性感。有人說她是早期纯欲風最典型的代表之一，但到了2026年，這個名字再次上熱搜，已經不是因為穿搭，也不是因為舞蹈，而是因為她公開確診淋巴瘤，開始化療，後來還發出了自己剃光頭的視頻。以前她可以被看作藍衣女神、純欲模板、甜美身體，可當病痛、脫髮、虛弱進入畫面，觀眾再也不能只用甜不甜、欲不欲、好不好看來理解她。所以這條視頻想聊的不是女神跌落神壇，也不是她以前擦邊，所以現在反噬。這個講法太簡單，也太殘忍。我想聊的是，一個長期被包裝成純欲的女性身體，一旦進入懷孕、生病、脫髮、疲憊這些不再適合被甜美化的狀態，過去那套觀看規則會怎樣失效？純欲人設到底在消費什麼？它表面上消費的是好看，更準確地說，它消費的是一種被處理過的女性身體。這個身體不能太有攻擊性，不能太成熟，不能太主動，最好是看起來無辜，但又剛好能讓觀眾產生想象。她要像少女，但又不能真的只是少女。她要性感，但不能說自己在性感。她要讓觀眾覺得我只是剛好看到了她的美，而不是她正在完成一套非常明確的身體表演。一粒小沙子的早期走紅就卡在這個位置上。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性感女主播，她的內容外殼更像穿搭、舞蹈、生活分享。但觀眾真正記住的，往往不是某一件衣服的版型，也不是某一套穿搭的實用性，而是身體在衣服裡面呈現出來的曲線。它最有爭議的地方，不是靠露膚制造刺激，而是靠衣服貼合、姿勢、表情和身體曲線，把一個看似保守的畫面處理成強烈的性暗示。後來圍繞他的討論裡，有人質疑他用膠帶固定衣服，讓衣服更貼合身體，從而制造更明顯的曲線。這個說法主要來自網友截圖和輿論討論，不能當成完全被證實的事實。但它之所以能引發討論，是因為很多觀眾其實早就感覺到，所謂穿搭內容裡，衣服本身已經不是主角，身體才是。所以如果有人說他也沒露啊，這個反駁其實沒有打中重點。問題不在於他露了多少，而在於他如何把不露也處理成一種慾望觀看。不一定露，但一定要讓你看到身體；不一定直白，但一定要讓你產生聯想；不一定承認自己在做性感表達，但鏡頭、衣服、姿勢、表情都在服務同一個觀看結果。很多純欲網紅都會遇到這個困境，他們不能直接承認自己在做性感內容，因為一旦承認，就會被罵低俗、擦邊、媚男，但他們又不能完全脫離性感，因為平台給流量，觀眾給關注，商業給報價，往往就是衝着這部分來的。於是內容就會進入一種很擰巴的狀態，一邊說這是穿搭，這是跳舞，這是女孩子的自信，另一邊鏡頭、姿勢、衣服、身體角度又都在服務同一個觀看結果。女性當然可以展示自己的身體，問題是當一種平台機制長期只獎勵女性身體裡最適合被消費的部分，所謂自由選擇就會被流量悄悄改造。一粒小沙子早期還有一個很關鍵的翻車點，她曾經拍過一個各國女生遇到性騷擾時的反應的視頻。這個視頻最讓人不舒服的地方，不是她穿得少，也不是她漂亮，而是她把女性遭遇騷擾這件事處理成一種軟萌、搞笑、適合被觀看的段子。性騷擾在現實裡是冒犯，是危險，是權力不對等，但在那類內容裡，它被拍成了可愛反應合集。女性的尷尬、害怕、退讓、應對，最後都被處理成一種可以被調侃的表演。到她孕期的時候，這套邏輯沒有消失，只是換了形式。她發過5一出遊拍照姿勢、孕媽版，畫面裡是貼身裙、孕肚、精緻妝髮和各種拍照姿勢。爭議不在於孕婦能不能穿漂亮衣服，也不在於孕婦能不能性感，
問題是，他把孕期也繼續放進了原來那套純欲觀看邏輯裡。過去是藍色戰衣，後來是孕肚寫真。表面看是人生階段變了，但內容方法沒變，依然是甜美、無辜、性感，可被觀看。等他生完孩子，這種爭議又進入了下一層。他強調自己順產，整個孕期沒有孕反，沒有妊娠紋，皮膚沒有變差，產檢一路綠燈。這當然可以理解為分享幸運，但放在他長期的內容邏輯裡，就會變得很刺眼，因為他又一次把女性身體經歷包裝成了一種漂亮通關。對很多真實經歷過孕反、妊娠紋、身材變化、產後疼痛和心理壓力的女性來說，這很容易變成一種新的焦慮。更現實的問題是，男性也可能拿這種內容去要求普通女性。你看別人懷孕也漂漂亮亮，你看別人順產也沒什麼事，你看別人沒有孕反，沒有妊娠紋，怎麼就你這麼矯情？他作為公眾人物，把生育拍成了一種過於輕盈、漂亮、無損的敘事。這也能解釋為什麼一粒小沙子後來轉淘寶帶貨，並沒有完全跑通。表面看，他很適合帶貨，他有知名度，有穿搭和美妝討論度，也有小沙子同款這種天然消費入口。但問題在於，看他的人不一定會長期買他推薦的東西。一粒小沙子的流量，本質上更像觀看型流量。觀眾被他吸引，是因為他那種若有似無的性感。這種流量可以帶來關注，也可以帶來一次性的同款消費。但直播帶貨真正需要的，不只是我想象它，而是我相信它。這兩套能力完全不一樣。一粒小沙子最強的地方是製造一種畫面，它穿上很好看，它拿着很漂亮，它用起來很有氛圍感。但這不等於它能建立長期消費信任。所以它的困境在於，它能讓人產生我也想成為它的慾望，但它沒有完全建立我願意長期相信它幫我選東西的關係。這就是它淘寶帶貨沒有完全跑通的原因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它的商業轉型很尷尬。所以一粒小沙子的淘寶轉型更像是純欲流量的一次商業實驗。純欲人設能帶來觀看，卻不一定能帶來穩定複購。觀看可以很快，但信任很慢。而他原來那套最有效的流量密碼，恰恰不擅長生產信任。這也是為什麼我不想把一粒小沙子的故事寫成懲罰敘事。他曾經成功適應了一套平台審美，也被這套審美困住。當他符合這套審美時，觀眾叫他女神；當他的人生開始超出這套審美時，觀眾又不知道該怎麼觀看他。患病沒有讓他自動變成完美受害者，但患病確實讓我們看見，女性身體不是永遠可以被甜美化的素材。她首先屬於一個真實的人，而真實的人當然有權利不再符合幻想。